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命，安定县所进诸户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不要！父帅，靖远四州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少。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欲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有事？末将在。放了他。衙内，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。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靖元军，上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饿死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。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节度长书记张师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吗？认识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军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赵弘殷，末将在。你办得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！末将万死！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，
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，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。为何我们讨个饭吃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？这是何道？外甥日子过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。红俊参见胡令公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剥去衣甲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哎，大老君，大老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老君。令公。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。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。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上次，祸乱军心。吾素望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，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不由户部、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，职责所系，请记移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。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以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记移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。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一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记忆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何承旭呢？快出来！末将何承旭给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！请老令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戴太尉曾有严令，厉声愿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代孕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心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处置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遵命。你们这群傻才，还懒在那儿做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记一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醒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记一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
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君命。欺上瞒下，鸡鸣狗盗。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公然盗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郎兄，如玉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郎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未知客从何来？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，请大东主移步。试问这萧墙之内，哪位王子出头啊？前王诸子，以大郎君声望最隆，三郎君兵权最盛。只是此2人都是过继子，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令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都是假儿子，当不得真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，有能看的。6郎君称得上。老成谋国，钱家的这位6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，你这参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啊！家也大了，立国的时候长了，难免要生出一些城狐射手。我不过是个经手的，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，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、军中宿将。东主，头菜来了。可有名号？这酒壶乃是1等1的细瓷，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，名为月夜。这鱼长24拱，故为24桥明月夜。好名字，云清兄，请。细嫩鲜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点意思。赏，快谢赏啊！小人谢贵人的赏。罢了，下去吧。侯长侍留一下。
此人姓甚名谁？鱼字上的鱼字纹换作做九斤，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9斤大鱼上来。姓什么，却不知晓。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，反倒错愕。看来这金银鱼他并不新鲜，或贵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，礼数上毫厘不差。这小子竟是细作眼线，小人这便去拿了他新闻。追不及了，两奉上贺礼，在西府盯着咱们呢，又何止1家2家，拿也拿不过来。不过此子年纪轻轻，厨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世。你去市舶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条以上，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，应该不难查到。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2个轻点开啊！都慢着点！哎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装起来，快点，都装好！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却是被足下见笑了。实在是饿得很了，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，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，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却是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？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出事了！是我楼上的人。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1、2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了。
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站住！放过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哥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啊！